这是我入手1年多的漫步者 M24有源监听音箱，它有着简洁利落的造型、不错的音质表现以及极其亲民的价格，也一度成为了各 UP 电脑桌上的标配音箱。对于它，除了我自己选错颜色以外，它应该是我买过最不后悔的数码产品之一了。所以趁着这次618抄底，我准备下单白色的时候，突然发现了漫步者居然还发了一款和 M24长得十分相似的新音箱——漫步者 N300 蓝牙音箱。它有着更小的体积、更丰富的功能以及更高的技术规格，当然还有着更高的售价。我想了想，电子产品新的总比旧的好，于是我就转头下单了这台。不用说了，我这次入手的必须是白色，另外它还有一个缎面黑和秋之木2个颜色。其实这个秋之木有一点感觉，和我的桌子很搭，但这次我的目标很明确，就不多考虑了。包装比较小巧，正面最显眼的就是这个 HiRes 有线无线双金标 logo， 背面就是产品特性和规格参数，稍后我会聊到。打开包装，首先看到的就是说明书，这次说明书做的很有仪式感，排版也很精美，有点阅读欲望。这里主要会介绍到音箱的安装和使用方面的事项。接下来就是配件，这是漫步者 N300 随机附赠的一套带倾角的防震垫，材质是高密度海绵，既轻便又稳固，几乎可以抵消到震动带来的所有噪音。另外，防震垫有一个15度的倾角，可以扬起喇叭对准头部，从而达到最佳的聆听状态。对了，之前我买的 M24是不送这个配件的，单独购买价格还不便宜。随机附送的线材有主副音箱连接线、3.5毫米的音频线、USB-C 的数据线、C 转 A 的转接头以及电源线。接下来就是音箱的本体，上手的第一感觉十分温润丝滑，相比 M24表面颗粒的质感， N300 这种比较光滑的触感拿在手里很舒服。另外一点就是尺寸小了很多，比 M24 小了好几圈，正面基本上和 iPhone 14 Pro Max 一样高，只是宽度稍微宽了一些。对于像我这样桌面紧凑、设备拥挤的用户来说，这么小的尺寸就非常讨喜了，基本属于刚需的存在。音箱连接口部分也有提升，一个常规的 AUX 3.5毫米的音频口，这次还增加了 USB-C 声卡音频口。另外，它还提供了蓝牙 3.5 无线连接方式，同时可以连接3台设备，实用性一下提升了不少。还有一个值得提的就是 N300 这次加入了声卡输入后，最高可以支持到 HiRes 的标准，频响范围最高可以达到50赫兹至40K 赫兹，采样率最高可以达到24比特 96K 赫兹。我强烈推荐大家使用 USB 线来连接，而 3.5 毫米的音频线可以作为备用，比如像我这样插在显示器上来转收 HDMI 或者 PD 传过来的音频信号，像 PS5 这类的家用主机就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连接。在操作方面， N300 在主音箱顶上设计了一个隐藏式触控面板来实现对音箱的控制，这个相比 M24 的旋钮会新颖不少，同时具备的功能也会变得更多。除了开关、加减音量以外，还可以通过手势来完成切换歌曲、切换设备、暂停、播放等操作，非常的好用。而且在蓝牙模式下，也可以通过漫步者的 APP 来控制音量大小和 EQ 的均衡。有时不在电脑桌前，想调节一下 EQ 什么的，还是比较方便的。对于一款音箱来说，最重要的还是音质。硬件方面 ，N300 配备了一个1英寸的丝绢膜高音单元和3英寸铝盆中低音单元，最大可以承载66瓦功率，并且搭配 S 级的 DPS 数字分频。基本上在这个尺寸和这个价格段上，它的硬件给堆满了。虽然和 M24 稍微有点差距，但考虑到这么小的尺寸 ，N300 能够做到这个地步也是能够理解的。下面是试听环节。You're telling me there's nothing better, nothing better at all. I say it to you home. There's nothing better, nothing. 变小，悲伤虚无缥缈，我就是我想要的模样。这感觉就像是风吹在脸上。完之后，不知道大家对它是否满意呢？总的来说啊，漫步者 N300 这款音箱我真的是非常喜欢。
首先在外观上延续了 M24 机型的设计，同时体积又小巧又不占空间，而且接口丰富，还支持蓝牙，实用性大大提高。关键是我唯一担心它是多媒体音箱，在音质上会和 M24 监听音箱有很大的差别，但现在看来这种担心显然是多余了。虽然N300价格会比 M24 高出一些，但它的综合实力却有一个较大的提升，功能也更齐全，所以我依然会把它推荐给预算稍微充足的小伙伴们。当然，价格更低的 M24 也是非常不错的，300元档无敌手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差不多了，感谢大家观看。如果你对这款音箱有什么其他的问题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如果觉得这期视频还不错的话，记得点赞、分享，并且订阅我的频道。感谢大家观看，我是殷晓峰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